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歪。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，我平常在焊接這種重疊設計時候的一種焊接方法。我自己叫它做預留法，意思就是預先把焊藥留在平面上面的一種焊接法。這個焊接方法它可以製作像這種比較多層次的這種作品。比如說我有好幾層，它都是平面的，然後要互相重疊焊接。那我們用預留法呢，這個好處就是它可以防止焊藥過多，然後滿出來流到表面上。還有就是它可以把焊藥完全的隱藏起來，讓你幾乎看不到焊藥，都可以用這樣子的預留法來製作。那我今天就用這隻胖貓來示範一下這個預留法的做法。那我會把這個元件呢拆解成很多不同的部位。像這張圖我上面有寫說，每一片金屬我用的厚度以及我焊接的順序。比如說第一層我就會焊接這個貓臉跟它的身體。那第二層我會焊接下面的紙箱。那第三層是焊接這個紙箱的蓋子，然後第四層是焊接貓咪的手，然後最後才是焊接貓咪的鼻子。接着呢，我們先來焊接第一個部分，就是貓的臉跟身體的這個部分。那我在焊接之前會習慣性的先把這個元件拿到我的底板上面比比看，哪一面是正面，然後哪一面是我要塗焊藥的地方。千萬不能弄錯，因為一旦弄錯就會非常麻煩。所以我剛比對了一下，我的正面在這邊，所以我翻到背面，這個背面就是我要塗焊藥的地方。那在放焊藥之前，我都會先塗上助焊劑。在底板跟我要放焊藥的這個貓臉上面，我都會塗上助焊劑。那我今天用的是液態的助焊劑。那液態的助焊劑，它的這個起泡就會比較沒有那麼明顯，所以我在放焊藥的時候，我就比較好控制我焊藥的位置。那放焊藥的重點呢，除了就是我剛剛說的這個邊緣焊藥要留滿之外呢，再來就是我的臉部有鏤空一些縫隙，那這個鏤空的地方呢，不要讓焊藥流過去，不然你切鋸的這些很細的線條就會被焊藥填滿了。然後我會建議大家周圍的焊藥盡量要足夠，那中間沒有流滿沒有關係，因為我們只要邊緣焊滿之後，它就會是很牢固的。然後再來就是你會看到我離真正的邊緣還是有一小段距離，因為我知道等到我加熱的溫度夠大的時候，我的焊藥很有可能會從底板往上面吸，所以呢，雖然說我是靠近邊緣，但是我離真正的邊緣還是有一點點距離的，因為等一下它在流動的時候，它會自然把邊緣填滿。那我如果一開始就放得非常靠邊邊，等到它真的焊藥開始流動的時候，它就有很大部分的機會會被吸到上面來，就變成我的這個上面的面就會有焊藥，這是我不希望它發生的事情。好，等到焊藥都確定都放好了，然後也都讓它預留在金屬板上面之後呢，我會在上面再鋪上一層助焊劑，就是剛剛放焊藥的這個地方。因為我怕焊藥已經有一點點氧化，那接着我就可以把這個放完焊藥的這個面擺到我的底板上面。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花一點點時間，慢慢的調整這個位置，因為等一下一旦加熱了，它的這個助焊劑開始作用的時候，它就會變得有點粘性，你到時候要移動就不是那麼好移動。確認好位置之後，我們就開始加熱底板。因為底板的面積比較大，所以我會把比較多的熱源放在底板上面，然後以及這個臉的這個周圍的邊線上，所以你會看到我主要的火源是加熱底板以及這個貓臉的周圍。然後你看到焊藥開始從邊緣慢慢滲出來以後，就表示它的焊藥已經在流動了。
剛剛因為漢藥有點不平的地方，它也會往下攤。那接着我們焊接底下的箱子，我要順便說一下，我所有的金屬板在焊接之前，我都有泡過防火垢的溶劑，所以你會看到我焊接完，我的金屬上面沒有什麼紅銅會浮上來。正常來說，黃銅焊接完以後會有紅銅浮到表面，但因為我有塗這個防火垢溶劑，所以呢，我的金屬板焊接完基本上都還算是蠻乾淨的。我底下的箱子呢，我會先擺好位置，然後確認它的位置是對的以後，我稍微加熱一下，讓這個助焊劑把這個箱子先粘在底板上，然後我再來放第二塊。一樣要焊接的地方都要先塗上助焊劑，然後加熱，先讓它起泡之後，我們再來放焊藥。一樣放焊藥的位置以周圍為主，然後要避開有切鋸線條的地方，然後先把焊藥融化，讓它攤成一灘。確認位置都沒有問題之後，我們就可以開始加熱來焊接了。然後我們現在焊接的話，我們就要把這個貓的身體跟底板看成是一個很大的面積，所以我要均勻加熱的就是這一塊很大的面積。然後我的邊緣的焊藥要讓它拉出來，所以你會看到我的火源會往這個箱子的邊緣去拉。然後接着是焊接這個箱子的蓋子，那小片的金屬我放的焊藥就稍微少一點。所有的步驟都是一樣的，就是助焊劑、焊藥，然後焊藥攤開來以後，再上一層助焊劑，定位，然後焊接這樣子。那在助焊機開始作用的時候，你可以稍微微調一下你的位置，然後看到邊緣有這個焊藥流動，就表示它在焊接了。那接着這個貓的手，比較胖的這隻手，我用的厚度是0.6 米里，稍微薄一點。那我其他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用0.8米里，我會希望這個貓的手放到身體上的時候，它不要太突出，它不要高出我這個身體的平面太多，不然會很突兀。所以我這個胖的手我會用稍微薄一點的金屬，那比較瘦的那隻手我用的也是還是0.8米里。那最後要焊接的是貓咪的鼻子，因為貓咪的鼻子它的面積比較小，我們的焊藥就要放得非常的小。然後這邊要注意的是，因為這個貓咪鼻子的下面有一條很細的線，所以我們就要盡量控制，讓這個焊藥不要去填滿我們這個切鋸下來的這條很細的線。所以我這個部分我就比較不會大面積的均勻加熱，我是集中加熱在臉部，讓它焊藥一融化，我就趕快把火停下來。
那接着我們自酸過後，我要來焊接的是背針，一樣我都會塗上防火夠溶劑以後再開始焊接。那背針的話，我也是先把焊藥預留在背針上面。我們看到助焊劑變成透明狀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把針擺在上面，然後等焊藥融化。然後你看到焊藥均勻的在針的周圍繞了一圈以後，就表示已經焊接完了。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再去自酸。好，現在是自酸完了，然後我也用洗碗巾把表面都刷過一遍。那接着我們就可以來做一點染色處理，因為我希望它凹下去的部分是可以有一些黑色的部分留在上面，讓它層次比較明顯。所以我用了染銅劑來染它的顏色。染完顏色以後，我想要局部的把它刷亮，比如說我希望它比較突出的地方，像是它的手臂，還有它的肚子，還有鼻子，這些地方我就會加強的去讓它更亮、更明顯。刷亮之後呢，我們最後用文藝復興蠟來保護整個表面，也讓它的這個層次，就是有染過顏色的這個顏色，它會更深、更明顯。最後我們再用軟布把多餘的蠟擦掉，這樣就完成了。那這個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多層次的焊藥預留法，它很適合用在像這樣子平面很多層的這種焊接方法。那如果大家對這次的教學有任何問題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，或者是加入我的會員看更多的影片。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吧，拜拜。